大家好，欢迎来到 Dr. 刘的5分钟系列讲座。上讲呢，我们介绍了文献分析中的3种基本推理方法。这一讲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如何从文献出发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对于写议论文，在北美的基础教育中比较通行的一个写作模板叫做5段落模板。这个模板呢，要求作者为自己的论点至少能提供3个理由，而整篇的议论文呢，一般可以分为5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引言段，一般来说由背景出发，逐步深入，在第一个段落的结尾处呢推出我们的核心论点。而第2、3、4个段落呢，用于分别论述支持此论点的3个理由。第5个段落呢是结论段，用于重新总结我们的论点，并做进一步的发挥和普遍性的意义阐述。这个5段落写作模板是一个较为初级的议论文写作模板，它的本质上是作者以自我为中心推出自己的论点，试图去说服读者。这个模板逻辑清晰，它用于应付学校的写作考试很有用，但是在实际的科研和公文写作的应用中它是不足的。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写作的终极目的是要能够为我们的读者创造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希望能够证明我们自己的论点。因此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以服务读者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之前，最好能够把各方面的情况掰开了揉碎了展示给我们的读者，帮助我们的读者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我们自己的意见呢，可以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意见，在我们的读者获取了充分的信息之后，最后再展示给我们的读者。这样做呢，往往反而能够建立更优质的影响力。所以在这里呢，我要介绍一个不同的5段落写作模板，用于从文献出发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在这个模板中呢，第一段用于分析和分解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分析和考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方面，或者是看问题的各种不同角度。而在第2段和第3段中，我们针对这些不同的方面或者是不同的角度，分别组织文献资料进行分别讨论。一个简单的情况是，我们可以在第2段中集中讨论正方的观点，而在第3段中集中讨论反方的观点，并且尽可能在正反方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而在这种平衡达成之后呢，我们要在第4段中去打破这种平衡，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影响力。我们的杀手锏，我们的关键砝码，或者说我们的核心论点，如果在第4段中使出来，去打破现有的平衡，往往就能够实现最大的影响力。在第4段中，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补充或提升读者现有的认知，或者说呢，去补充或提升我们在第2段和第3段的文献讨论中所体现出来的认知。比如说，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重要的，你却认为次要，因为还有更重要的，反之亦然。又比如说，大家都认为复杂的问题，你却看出了简单的逻辑。总之呢，你切入问题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你可以推翻过去的假设，发现别人没有想到的潜在的威胁、机遇或者冲突，也可以在现有的冲突中去发现新的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第1段中我们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在第2段中我们介绍文献中现有的某种解决方案，在第3段中我们提出其他文献中针对现有解决方案的一些不同的意见。然后呢，在上述平衡论述的基础上，在第4段中我们打破这种平衡，提出我们新的解决方案。最后是第5段结论，可用于对在第4段中提出的核心论点做进一步的发挥。这种先建立平衡再打破平衡的论述模式，有点像古代的谋士为君主出谋划策。谋士一般会给出各种方案，比如说上、中、下3策，分析利弊，为君主提供充分的信息，目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专业度，考虑问题的全面细致和客观公正。但是有经验的谋士往往最后在不经意处轻轻一点，
打破平衡，就能够影响君王最终的决策。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讲呢我们会来讨论如何用结构化思维来构思我们的文章。谢谢大家。